瞎眼男人在大山支教3年时间，一直以为门下学生都是村里的孩童，却不知课堂上坐着的其实都是山中的大妖。而男人每日讲的数学、语文以及体育，对于妖怪来说更是绝世功法，也因此每个大妖对男人都是异常尊敬，甚至每日都帮助男人洗衣做饭。这一切只因我3年前来大山支教的途中，意外失足跌落悬崖，导致双目失明，幸得山中村民相助，才保全了一条命。此后我突然获得了一个最强明示系统，只要教导学生们学习，并通过系统给予的考卷，便可以获得相对应的奖励，并且我还通过系统得知，3年之后全球灵气复苏，诡异横行。所以为了报答这份恩情，我索性在山里开了一间小讲堂，要让这帮学生们尽快学会谋生的技能。但前来学习的都是山妖兽怪，有枯树成精重焕新芽的大柳树，盯着光合作用炯炯有神，还有诞生灵智的大象学习生活技能，帮我耕田浇灌洗衣做饭。但这一切我都以为是村中孩童所为，也根本不知晓自己的学生们全都是这山间的精怪。直到有一日，龙国一支地理考察队闯入了村中，因为龙国探测到此处有特殊引力磁场，所以上级就派秦教授一行人前来调查。随即一行人激动地来到了村门口，从门口一眼望去，可以看到田园里辛勤劳作的身影，以及正在跳起来捕捉蝴蝶的兔子。突然秦教授和众多队员们好像发现了什么，那只小兔子为什么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下一刻众人齐刷刷地望着那只小白兔，只见一只戴着墨镜走出了六亲不认步伐的白兔。这一刻秦教授和队员们全都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殊不知他们所看到的怪异场景只是冰山一角罢了。紧接着副队长吞了吞口水，艰难地转动脖子，想要换个地方洗清一下眼睛，结果他一眼就看见菜园里面站着的那道身影，居然是一只像头人身的白牙象。副队长顿时被吓得心肝一颤，接着飙出一句经典的国粹。秦教授和队员们也都被吓了一跳，他们正想要呵斥一下副队，但是还没有等他们开口，就看到副队长伸出一根手指，颤颤巍巍地指着菜园的方向狂吞口水道：“秦教授，你们见过会自己浇水种菜的大象吗？”秦教授和队员们纷纷顺着指向看去，他们先是摇了摇头嗤之以鼻，觉得那根本就不可能。接着不到2秒钟，他们全都再次看傻眼了，只见一头白牙象正用象鼻吸水，在给旁边的菜园浇水。这一幕深深刺激着考察队伍的眼球和心脏，这怎么可能？众人只感觉像是进入了神话世界一样。而这时秦教授却定了定神，喃喃自语道：“我们即将揭开一个千古未解的谜团了，这绝对是神明留下来的遗迹。”他连忙转头朝着那些队员们喝声道：“快去看看其他的地方，还有没有这些怪异的场景。”很快田地里插秧的牛，坐在岸边钓鱼的熊猫，又让他们想起了一道道惊呼。但此时秦教授却不由得升起几分警惕之色，他的脑海里也忽然闪过一个念头，那就是从他们发现这座小村落开始，到站在门口看到里面一幕幕怪异的场景时，都是特别顺利，整个过程也显得特别的安静，安静到一点杂音都没有。这让秦教授猛然一惊，心里面也生出一种不好的预兆，这里面很不对劲。但是不等他开口提醒其他的队员，就又听到几道匪夷所思的惊呼声响了起来：“你们快看，那座庭院里面居然全都不是人，那只人身雀头，后面还开着屏的动物是孔雀，它系着围裙手拿锅铲，这是要下厨做饭的节奏啊！猎豹在跑步机上跑步，母猪在地上打桩。”当看清楚庭院里面正在上演的画面时，秦教授和队员们再次目光呆滞。而就在他们感到无比震惊的时候，忽然身后响起一道雷鸣般的吼声，炸响在秦教授和队员们的心脏上：“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就安静一点，不要吵到老师。”与此同时，另一边在一棵千年大树下，一条条细细的根须纷纷垂下，交织成了一把扇子，在轻轻地扇着风。而坐在阴影草地上的我，正在听着小青提出的疑惑，忽然觉得凉快了一些，也没有察觉到老树正在给我扇扇子。小青和小白看到这一幕之后神色如常，显然对此早就习惯了。“老师，我的疑惑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走出这座大山？”叶小青目光温柔地看着我，说出了心里的疑惑。双胞胎妹妹叶小白听完之后，顿时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干嘛要走出去？就生活在这里，一直陪着老师不好吗？再说了，外面的人类……”听到人类这2个字，叶小青脸色微变，瞪了一眼妹妹，轻声喝道：“小白，慎言！”叶小白显然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赶忙用手捂着嘴不再说话。我虽然看不见小白的表情，但也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于是我微微一笑道：“小白的担忧不无道理，等你们走出这座大山后，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希望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你们都能够学会一门谋生的手。”叶小青眼睛一亮，更加好奇道：“这么说，有一天我们都可以离开这座大山，那会是什么时候呢？”我很肯定地说了一句：“你们总有一天都会离开的。至于是什么时候，我的心里很清楚，但没有直接说出来，因为我不想给这帮可爱的学生们太大压力，我只想让他们在末日降临前的最后1年时间学到更多的技能。”随即我摇了摇头笑道：“你们现在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等到时机来临自然就会知道，那一天也快到了。”叶小青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知道老师这么说，那距离他们走出这座大山的日子想必不远了。于是他心满意足的抿嘴一笑。但就在他刚刚开口想要感谢我的指点时，忽然脸色一变，猛地抬头望向小村落的外面，他那原本温柔的目光也骤然变得锋利如刀，看到了那支地理考察队。这个时候正是那支地理考察队发现这座小村落之前。“姐姐，你怎么了？”叶小白发现姐姐的脸色忽然变得冰冷至极，不禁好奇地问了一句。但是很快他的神识也感知到了，在小村落外面有一支人类队伍正在朝着小村落走来。他的脸色当场一变，露出一抹怒容道：“他们真是好大的胆！”小白，叶小青再次喝了一声，让妹妹赶紧闭嘴，千万别在老师的面前露出马脚。叶小白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立即闭嘴不言，脸上却是露出了几分担忧之色。自从他们成为我的学生以来，就一直守着尊师重道的本心，不管是在我的面前还是在背地里，他们从来都没有说过半句关于人类的话。
因为他们这些做学生的都很害怕有一天他们说人类的坏话被老师听了去，不再让他们做学生，那也会是他们最大的损失和遗憾。这时我耳朵一动，听出了一些不寻常，开口说道：“发生了什么事？”叶小青看了一眼妹妹，叶小白立即心领神会，连忙摇了摇头道：“没事，老师，刚才有几只蝴蝶飞过。”听闻我放心一笑，原来是这样。叶小青则轻轻点头，一拍眉心，顿时从里面祭出一道神识流光，飞出草地，直接落在了那座庭院里面。很快，一头直立行走的东北虎从院子里面走了出来，他抬起一只虎爪，一把接住那道神识流光，在默默地感知了片刻后，东北虎双爪抱拳，朝着叶小青的方向遥遥一拜，表示他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再看着东北虎走出庭院，走向村落的门口，叶小青这才收回目光，放心的点点头，不再去管那支考察队的事情，继续和我聊了起来。老师，小青很想知道你心里最美的景色是什么。与此同时，在小村落的门口，秦教授和队员们听到突然响起的声音，全都被吓了一大跳，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回头去看，生怕看见一些让他们更加恐惧和害怕的场景。他们无法确定，在这么怪异的村落里面，还会发生哪些更加诡异和恐怖的事情。最后还是副队长鼓起勇气，壮着胆子大吼了一声：“是谁在说话？有种就给我们滚出来！”好啊！只听一道轻笑声响起，接着残影一闪，就出现在了这支地理考察队伍的面前。秦教授和队员们听到动静后，慢慢睁开眼睛向前看去，这一看顿时让他们冷汗直流。站在他们面前的赫然是一只肌肉发达的东北虎。此刻，这只体型硕大的东北虎正目光如炬地盯着眼前的这支考察队伍，露出几分不满之色。他也没有犹豫，直接张口说道：“别叫得那么大声，要是吵到了我的老师，我就把你们统统都丢出去。”瞬间，秦教授和队员们都被东北虎那锐利的目光震慑住，还有东北虎说出的话，也让他们的大脑直接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一头直立行走，而且还会说话的东北虎，要不是亲眼所见，打死他们也不敢相信，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动物那么简单了，而是近妖的动物。下一刻，队员们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恐惧和惊骇，直接用两只手捂住耳朵，发出一阵阵高分贝的尖叫声。听到这阵尖叫声，东北虎眼里的不满之色更浓了，见自己的提醒没有用，也就不再废话，开始摩拳擦掌，准备上前把这些家伙都扔出去，免得被他们打扰到老师的进修。而就在他一步步上前的时候，身上也逐渐散发出一股可怕的气息。东北虎也看出来了，这支考察队伍的领头人就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个老人。他忽然想起老师教过的一句话：擒贼先擒王，所以他决定先对那个老人动手，把他丢出去。秦教授的身体也在发抖，但他的一双眼睛却是死死地盯着那只东北虎，脸上也涌现出一抹激动和狂热之色。显然他的颤抖有一半是因为害怕，另一半则是因为发现了新物种而感到无比的兴奋。居然会有一头说话的老虎，这一定是神明留下来的实验物种，说不定在小村落里面还有活着的神。就在秦教授兴奋的语无伦次时，突然和东北虎的那双眼睛对上了。这一瞬间，秦教授只觉得大脑被高速物体狠狠地撞了一下，直接就进入空白的状态，也感觉自己的眼睛快要瞎了，甚至在他的脑海里面开始浮现出一幕恐怖绝伦的画面，一头遮天蔽日的绝世凶正张开那血盆大嘴朝他一步步走来，像是要把他整个人都吞噬掉。秦教授顿时被吓得闭上眼睛，身体颤抖的也更加厉害，他再也没有任何犹豫，颤抖着声音大吼一声：“快跑！”接着秦教授连忙睁开眼睛，发现脑海里的那一幕画面消失了，他再次看向东北虎的眼睛，发现里面居然露出了一抹笑容。秦教授顿时被惊出了一身冷汗，知道刚才脑海里出现的画面并不是假的，而是那只东北虎侵入他的心神，故意留下的一道投影。秦教授也彻底的明白了，眼前的这只东北虎不是他们能够招惹得起的。于是秦教授连忙转头朝其他的队员们再次大吼一声：“快跑啊！”吼完之后，他第一个转身带头跑路。其他的队员们听到秦教授的第一声大吼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直到秦教授吼出第二次，他们才纷纷如梦初醒，开始转身迅速跑路。从秦教授带头跑路到整支队伍彻底消失在东北虎的面前，前后不到10秒钟。东北虎看着秦教授等人消失的方向，脑门上不禁冒出一连串问号，自己还没有动手呢，只是散发出一点点的气息，就把那支考察队伍吓跑了。这样也好，免得被他们打扰到老师的进修。随即东北虎就转身走回庭院里面，正在跑步机上跑步运动的猎豹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虎哥，外面进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可能是一支探险的队伍，那你把他们都扔出去，他们哪用得着我动手？我只是甩了一个目光过去，就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的，跑得比兔子还快。”猎豹直接翻了一个白眼：“虎哥，你一天不吹牛会死啊！”就在这时，旁边的草丛中突然探出一颗脑袋，竖起2只耳朵，还戴着一副墨镜。紧接着兔子好奇地问道：“刚才是谁在叫我？”东北虎随意地说道：“可能是雀姐喊你去厨房里面帮忙，乖乖你快点进去吧。”“闭嘴，不许叫我乖乖，这是只有老师才能叫的。”等到考察队伍一口气跑出安全的距离后，秦教授和队员们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然后他们纷纷跌坐在地上，开始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谁能想到意外发现的那座小村落居然会出现那么多怪异的动物，尤其是最后那一头会说话的东北虎，把他们的小心脏都吓出来了。甚至在这一刻，回想起刚才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场景，一些队员的双腿又开始颤抖了起来。接着队员们都恢复了一些体力和精神，开始议论起来，他们的声音也流露出一抹浓浓的震惊和难以置信。那头东北虎实在是太可怕了，那座小村落到底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里面出现的动物好像全都发生了变异一样？刚才有人把那些动物都拍下来了吗？没呢，光顾着看忘了拍照，我们也没有带上摄影装备。对了，秦教授，接下来我们打算怎么办？是直接回去，还是说……听到副队长提出的问题，其他的队员连忙转头看向秦教授，
在等着秦教授做出选择。秦教授沉吟了一会，一咬牙，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起身说道：“我们回去大本营，每人都带齐装备，等到天黑了我们再杀回去。这次要拍些照片作为物证，必须向外界公开这座小村落的存在。想看全集光明妖王的宝子们，可点击左下角下载起点读书，搜索光明妖王提前观看。